今天房子上空一直响着飞机的轰鸣声，走到院子里面才发现是不远处的农场上一架直升飞机挂着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仔细观察了好一阵子，不像是撒农药，看悬挂的东西大概率是个肥料撒播器。现代农业呢，用直升飞机施肥倒也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不过发生在身边，亲眼所见的把真正的直升飞机用在农业上，还是要比在电视和网络上面看到的来得震撼得多，尤其是跟我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力种植比起来。更主要的是，这个使用飞机播撒肥料的农场就是我对面的邻居家。这家人是1998年的时候花了80多万美元买下的这个带房产的农场，农场面积大概有110英亩。这个面积在美国农场里面只能算是普普通通，和动辄上万英亩的大型农场肯定没法比。不过它可是坐落在居民区呀，和我们这一家一户的后院比起来，就算是个庞然大物了。我这可怜的种植面积，连同种植果树的区域都算起来，也不足它的1%。真是羡慕他有这么大的地呀！如果哪天我也能有这么大的农场，开着飞机在农田上空田园牧歌，会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呀？哎呀，想太多了，目前这1亩3分地都快忙不过来了。人力所能管理的种植面积是非常有限的，多了根本就管不过来。像我这种利用业余时间，全凭热情和爱好的种植方式，即使是全家出动，牺牲很多下班后的休闲时间，最大程度的放弃周末睡懒觉、外出就餐、购物、看电影和刷视频以及发呆的时间，也还是很难维护这不足1英亩的果树园。更何况我也并不完全是靠双手，起码我还有个手扶拖拉机和割草机帮忙的。大农场、机械化、自动化，这些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要养活几十亿的人口，没有这些肯定是不行的。这是从大的方面看。不过从小的方面看呢，当我们自己没有温饱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必要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还有食品的品质的。在我看来，拥有一个自己的菜园和果园，就是最可行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了。不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否则大概率2、3年就放弃了。如果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肯定是适应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的。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在整个种植季节，所有花在菜园果园的时间里，可能要有90%的时间用来管理和维护，也就是要干活，只有1%的时间是纯粹的休闲和享受田园生活的。如果你不能享受那9分的辛勤耕耘，那可能就失去了9分的乐趣了，那自然也就很难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持续下去了。商业种植追求利润，所以种植的时候肯定是离不开产量大、成本低、易运输、耐储存这些关键词的。产量大就要大面积种植，选择高产的品种；成本低就要选抗病虫害的品种，就要喷洒农药甚至是除草剂。易运输和耐储存就要尽可能选择皮厚的品种，并且在成熟前就得摘下来，甚至还要做一定的防腐处理，最后再催熟。每个环节都会增加食品的安全隐患，降低口感和品质。而我们个人种植却恰恰相反，可以不在乎产量，只在乎口感和品质，可以完全不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用物理和有机的方式防虫和除草，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可以种皮薄易软烂的品种，新鲜的摘下来就吃；可以采收最鲜嫩的蔬菜，也可以收获完全成熟的瓜果，享受蔬菜瓜果的最佳状态，体验最纯粹、最丰富的口感。也可以种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传家宝品种，享受独特的美味。其实很多被商业淘汰了的品种，不是因为它不好吃，仅仅是因为它商品性不好，商业价值低，没法保证利润而已。自己种植，特别是有机种植，成本还是挺高的，不过却很值得，尤其是新鲜程度和品质，那是购买很难比拟的。当然了，当你有了一个大的菜园，除了休闲享受和自给自足这种简单朴素的需求外，如果菜园也能够自己养活自己，那就更好了。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机种植者，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菜园为自己全家提供全年大部分的蔬菜的话，你肯定也能理解为什么菜园能养活自己也是一个目标，因为有机种植实在是太贵了。
即便不算自己的劳动，把所有的付出都当作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只考虑单纯的实体投入，比如种子、菜苗、果树、育苗设施、有机肥料、有机除虫剂、堆肥土、滴灌、大棚、防动物的篱笆、爬藤网和吊绳、农用工具，还有各种维护配件和其他小物件等等，成本已经是很高了。其中还有很多是消耗品，年年都需要投入。如果养鸡的话，还有鸡窝、鸡笼、小鸡、谷物和饲料的成本，综合算起来，很多时候投入已经高出买菜和买蛋的支出了。所以如果菜园真的能自己养活自己了，那我们在享受有机蔬菜和有机生活的时候，也能更从容一些吧。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可能或多或少心中都有个田园梦，只是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愿意亲自实践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我的菜园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了，我想我会一直进行下去，从有机菜园到生态果园，再到食物森林，每年实现一个小目标。或许将来我退休了，买上一个真正的农场，不用太大，有个30-50英亩就行了，有山有水有树有田，有花鸟鱼虫，有牲畜家禽，还有2个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牵着黄狗，扛着锄头，自给自足，乐在其中。